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车给开回来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已经顺利过完户了，而且呢，他们把那些车漆那些都已经补好了。这辆车呢，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属于我的了，是我人生中第一辆新车，也是一辆二手车，没关系，试试水，然后熟练之后再买一辆好一点的。我记得是这一块有一大块刮坏的，他们都已经把它给补好，完全看不出来以前有刮蹭过。然后今天呢，这个牌也收到了，这个就是我的车牌227。我把这些东西都拿过来了，这个我的办公桌，这个是靠枕、床垫、雨眉这些，准备待会儿呢把它都装上，还有隔断帘，我还准备了这个隔断帘。我现在是一脸懵逼啊！我把这个螺丝装上，我才发现它不是那种十字孔的，它这个是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子的螺丝啊！所以我带的这个十字螺丝刀也不能用了，拧不上去。这种好像是要用那种一字刀才拧得上，奇了怪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子的螺丝。把这个挪车电话装上。有的人说我这辆车买贵了，很多粉丝他私信我，他说你这辆车买贵了，不要被骗了。其实我也知道买贵了，因为我们当时从7万的时候讲价到6万7嘛，没有讲太多，就是他答应的还是挺爽快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买贵了。不过没关系了，买都买了，也是一辆二手车嘛。然后这辆车呢，我是已经去买了保险了，就是今天过户完之后拿车回来之后，我就直接去买保险了。买的保险呢是买的3者险，买到200万。然后呢，还买了，就是那个车损险嘛，就车损险呢，它就已经包括了这个泡水啊，然后火烧啊、盗抢啊这些，然后还买了那个遇到伤残啊，就是发生事故遇到伤残，就是身亡的情况下就有赔的那个，反正就是类似于一份保险，所有的加下来一共是花了3900多这样子，不知道这个价格是算贵还是算便宜呢？反正呢，大大小小的这个保险我都买了。就是因为希望在路上有个保障嘛，因为自己技术不太过关的情况下，还是多一份保障比较好的。这个座位拉起来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的位置了。这里很窄，就只有一个座位，刚好能坐得下。然后把那个工作台挂在这上边，就这个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工作台给挂上来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把电脑放在这里就可以工作了。然后我自驾出去也有一张工作台了，就是这个。然后旁边呢就是睡觉的地方，把床铺上就可以了。把这个收起来，拧松一拉就可以了。遮阳伞看看大小合不合适，直接用这个盖住。OK， 管用，这个管用。现在把这个床给铺上，看一下来，看下大小合不合适。长度刚好，宽度也刚好，很完美的一张床垫。这个尺寸真的是设计的刚刚好。看它躺在这里，头也不顶，完全顶不到这个上面，坐在这里可以坐直。睡在这里呢，完全可以睡下来。刚刚我坐起来也不会顶到头，然后睡下呢也刚好合适，左右还可以转，空间很充足，这个睡垫也很舒服，完美。好了，我的这个隐适帘也安装完成，你看这个滑杆还是挺好的，直接拉过去。然后这边呢还装了这个魔术贴，它就可以直接粘上，这样子。这边也是魔术贴粘上了的。唯一遗憾的就是上边呢有那么长的一个空位，它没有就是把这个给遮挡上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日常的样子了。把那个床往后一拉，然后把座位一提上来，然后这边呢我有个大箱子的，我量了尺寸是40×80，我网上已经买了刚好适合这个尺寸的箱子，往这里一放，所有的这个生活用品呢都往里面堆，然后晚上需要睡觉的时候呢再把它打下，然后床再铺上，这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床呢就这样子放着，白天起来也不用怎么收拾它，
就直接把它往后一拉就可以了。这边就放杂物，然后白天那里就可以工作，就是这个工作台这个位置，这里坐在这里可以工作。晚上一睡觉就把那个座椅放下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我在外边不是每天都睡车上的，我的计划是呢，偶尔3天、4天这样子就要住一次酒店或者旅馆了，因为这辆车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洗澡啊，还有其他的问题的。然后我今天拿到车，其实有练了一段时间车的，就是我姐夫带着我去练。练车途中呢，其实开车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倒车侧方位停车，就是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感觉啊。还有一点点就是预判吧，因为开车路上它有一些突发的情况，比如说有行人要走出来，有一些车它要离开车位直接开出来，这样子需要一些你预判到，所以说这方面也要加强练习。反正呢，这几天我就待在家里不停地练这个车了，争取早日把它练熟了，就可以早点出发上路去自驾游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。昨天呢，我就把这个窗帘以及那个床那些都弄了，但是呢，雨眉那些还没装上。然后今天呢，早上大概是6点多的时候，我把我姐夫从就是博罗阳春那边一直开了60多公里，就送他回市区这里了。通过这2天练习这个开车啊，感觉呢这个制动档还是挺好开的，而且这辆车也还可以，就是开起来挺顺手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，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车跟车的距离啊，就特别是右侧车身右侧车跟车的距离没有掌握好，所以说这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练习，去找感觉。就像我姐夫说的，我这个倒车这个感觉得找一下，因为虽然有这个倒车镜啊，但是有的时候它倒车镜不一定能看到这个车胎跟那个路牙子的距离，所以说还得多加练习吧。这辆车买回来之后啊，它就一直显示要去保养了，所以今天我的这个任务呢，就是开去 4S 店给它保养一下。然后呢，我还从网上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，到时候呢，我直接开到那个门店里面去安装就好了。这个行驶记录仪还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事故。就准备出发了。在经济方面比较。觉得自己开车之后啊，感觉特别的不一样，跟坐在副驾的时候感觉特别不一样。坐在副驾，你可能留意的东西比较少，但是你坐在主驾之后呢，你要眼看四方，耳观八方，真的要特别留意旁边窜出来的人啊，或者电动车啊，而且要看很远，就是你要预判前面的车。就今天我送我姐夫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逆行，突然就逆行到我前面去了，当时刹车还踩慢了一点点。不过还好我及时就是变道了。反正这个开车真的是还是像我这种新手还是慢慢来，安全为主嘛。好像就是这里了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，进去看看。对对对，是这里吗？哦，那里进去。你好。保养。保养是吧？对对对。是停这里吗？哦，好。就让他们把这个车给保养一下。买回来它就需要保养了，换个机油什么的，应该也是需要的。店里的人说了一下，就是要换一下那个机油还有机滤，然后那个空调滤芯呢也看一下要不要换。他们要吊起来。刚刚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这辆车买贵了，他说可能也就6万左右这样子吧，买贵了。我说我也知道买贵了。然后他说他这个车的3大件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他看得出来右边是拆过，就是刮蹭了有一点点，因为那个缝比较大，这条缝。他说这条缝那么大你也看不见，这很明显就是拆过修过的。就之前他为了补这个漆，他把这个给拆了，结果安装不回去，接不回去了，他就用胶去粘。
那个车放在车间让他们去保养了。刚刚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，那个车的3大件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发动机也没有修过，然后那个反正就没有大修过嘛。整辆车就是刮蹭的地方，它那个板那个缝太大了，他一眼就看出来那里是拆过去修的了。就是我之前不是让他们，就是买之前让他们去把那些磕磕碰碰给修好嘛，他们就拆下来，把那板都拆了下来。然后呢，那个缝很大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问他能不能把缝给合上去，他说他们是用胶粘上去的，这个他们是弄不了。所以说大家买二手车之前呢，就就是过户之前嘛，就把车交给你手上之前呢，大家一定要认真检查好。像我之前其实我看了一下，我没留意到它那个缝是变大了，没有对比。我现在这个保养已经做完了，一共是花了568，感觉这次保养还好吧，没有花太多钱。可能是以前在大丰的时候花的保养费比较高，所以我就觉得来到这里可能要心理预期可能比较高。现在呢，我终于已经回到我小区这边了。今天我开车把我姐夫从他家那个地方拉了60公里回到城区这边，开车还是挺顺利的。然后这2天练车唯一比较不习惯的就是侧方位停车，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过，就是那个车边的距离掌握不好，这个多加练习应该也能解决。反正呢，这2天我在家，就是年前吧，在家就多加练习，争取早日上路的时候能够掌握好这个开车，就熟练一点吧。这辆车它是没有脚垫的，这2天踩的都有点沉，有点灰了。我买的脚垫已经到了，现在去拿。快递员说他把它放在这里了，这个边上让我自己来找，找到了。它这个车的脚垫呢是特定制的，就是说大小是刚好合适这辆车。拿湿纸巾把这个先擦干净一点，铺完就是这样子，刚好合适，不多不少。哎呀 ，OK， 搞定了，脚垫也已经弄好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回到家里边来了，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下视频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